我有点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我？是真的吗？安妮，你知道，我太爱这个地方了。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值得骄傲的一点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安迪他喜欢吃包子，对吗？相信我，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，一定会。你放下，安迪，你放下，我爱你。你该走出荒漠。掐着点儿来的，特意过来给你做早餐。我还想着出去吃 brunch 呢。出去吃干嘛呀？这种习惯要在我身上养成。做什么？给我拿几个鸡蛋。一会儿就好，稍安勿躁。喝水吗？我不。有什么事你说嘛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妈，她因为咱们俩的事儿，最近一直失眠，几天下来面无人色，惨不忍睹。你也知道，我爸平时对她关心就少，都是我照顾着，这小老太太挺可怜的。所以他就把在你爸爸身上得不到的感情都放在你身上。应该是吧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非说你是魏国强的情妇。非要去找魏国强去理论去，我说你可别跟那儿胡思乱想，更不许胡说八道。我说他俩根本就不是那关系，他们俩是父女关系。哎呦，你这没看见，都冲到车上去，火都打着了。我要真不拦着，他真去找魏国强去了。怪我多嘴，但我妈说了，她再也不干涉咱们俩的事儿了，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不知道她的性格，她一旦决定的事儿，真的是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就是因为她这种坚毅的性格，我们家的生意才走到今天嘛。她如果真的去找魏国强，你会发现你要面对的那是两个人了。那现在呢？面对的不是两个人吗？以你妈之前的种种表现，她根本就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包一凡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我的事情他凭什么要越界？他难道不懂得尊重别人吗？所以我一大清早到你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负荆请罪。她好歹是我妈，10月怀胎把我抚养成人。大象还怀孕20个月。大象她更不容易，不是那个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经常出去跑业务，基本上不着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保姆、小时工，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这不是理由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发了烧了。我妈背起我就往医院跑，你想她那个小身板哪扛得住啊？没想到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她还得做手术，她立马就倒那儿了，就这还整整守了我100。这都不是理由。是类似的这种事情很多，我以后慢慢跟你讲。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是希望你明白，不是我也知道我妈这失眠，她有一半她是苦肉计，但总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妈妈在我身上做各种各样的手段，你不是看不出来。不是，她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母亲有问题，
但是造成他今天的性格，你也有责任。他要找魏国强，你就让他去找。魏国强绝对不会告诉他事情的真相。他要找我，他想找任何人，你都可以让他去找。他必须要碰壁，碰壁之后，他才知道他自己的界限在哪里。你现在表面上看上去去为我着想，实际上你是在纵容你母亲对自己力量的臆想。你不断的退让，不断的纵容，才能够让他这么的肆无忌惮。你懂吗？不是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我不让我妈去找魏国强，那不是因为你讨厌魏国强对你的干涉吗？我总不能让你认为你男朋友的妈妈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吧？万一魏国强抓到你这么把柄，我这更说不清楚了。实际上呢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妈她说了，她不干涉我们的事情啊。她每一次都是这么说，然后她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涉，她的话根本就不可以相信。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？我真的对他已经很客气了，而且我敢肯定，他对我越了解就越会干涉我。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2条路，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画什么线？在你我之间画线？喂？安迪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很爱你。在你刚才说划线之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更应该知道，我非常努力的在修复你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，我也讨厌她来干涉我们的私生活。所以你就轻而易举的出卖我？我出卖你？对，出卖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但是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那是我妈妈，我知道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我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一点点容忍。我也知道你是天之骄子，从来都是别人容忍你，但我真的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那么点。我不是因为天之骄子而不能容忍你的妈妈。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我们的步调确实不一致。你根本就不能够理解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是意味着什么。你更加不知道这代表我和你的心贴得有多近。请你走吧。我没听清楚。没错，走吧。
主任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没和你商量的前提下擅自做主，把那么大的秘密给泄露出去，脑袋里简直有屎。可是你态度未免太坚决了吧？这让我很伤心。再加上你跟我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。确实没有啊。哦，好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，哪怕撇撇我一下？有好听的，我也想跟你道歉。我说话太硬了，让你伤心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你是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不应该让你花谢，那么不人道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。还记得我和你说过，你要做美女的自觉，美女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替你着想，是我太幼稚了。你说谁还不生个气啊？那总不能因为一有分歧，我转头就走吧？你这么骄傲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爱我，怎么可能认识我妈呢？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绝对不会。但是我妈这事儿也得容我琢磨琢磨。给我1个月的时间行吗？就1个月。其实我是真的舍不得你。但一想到我们2个都不是你妈的对手，确实。怎么办？或许我可以向一个人求教。打电话。你是不是该换成我的频道？许妖精，他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剑走偏锋，可是这种坏蛋想出的主意，咱俩做得到吗？我觉着这事得找一个结过婚的，而且有那种难对付的婆婆的人。可是像我这种这么不传统的人，也想不到办法怎么对付你妈。不求教小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愿他能有好主意。等我一下，请不到。跟你打个招呼啊。我这同学家里头有一定的背景，上面应该来了不少名媛。一会儿亮相的时候，免不了有美女和你争奇斗艳，还有闪光。哎，包子。还有闪光灯闪，别怕。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反正别人看的是你包一凡的女朋友，丢脸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我只关注你的那些班花、校花。Hello。哟，你担心校花啊？包总，
王总您别站着。包总好。哎呦，你也来了。说不定里面有你的老情人呢。你是在吃醋吗？哎呦，这让我很开心啊。包总来了。Hello。我才没有吃醋，我不想长某人的志气。不要说大话。哎，包总。哎，女朋友啊？是的，很漂亮啊。漂亮吗？包总，这谁呀？给介绍介绍呗。我未婚妻。Hello。嗨。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看你吗？哎，包总你来了。哎呦，女朋友很漂亮。谢谢。我们先去那边聊会儿。看见没有？大家都在看你呢。是在看你？看你呢。校花在哪？校花，那个紫色衣服那个，短头发那个，还行吧？那你怎么不过去打招呼啊？嘿，嗨。大哥，对你好冷淡，看样子小曲的长名单里没有他。还真有。这过去的事儿呢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。在这里，有对新人即将喜结连理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他们爱的誓言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认识，到今天可以结婚，一路走来真的经历了很多，很不容易。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还有宠爱。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陪伴在彼此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陪伴你度过漫长的生活。我爱你。这孙子平时嬉皮笑脸，感动了。用不着羡慕他们，过不了几天，站在上面的就是我们。我宣布，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婚礼，庄严肃穆，温馨甜蜜，太人间烟火。安迪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感情，化作眼泪潸然而出。可包奕凡的这句话震动了安迪的心。原来，包奕凡这么期盼婚姻，他都已经想得这么长远了。可他有太多的秘密，太多的恐惧。假如包奕凡得知真相，会不会离他而去？在纽约，安迪曾刚强如铁，无懈可击；在上海，他已经化为凡人，全身软肋。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办的什么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闹着玩呢。光我给的份子钱就够你办3回的了吧？我要是你，早离了。包子，你给我闭嘴啊！这是什么日子？你坏就坏了这张嘴。开个玩笑，这叫低调，知道吗？啊，跟你似的，臭小子。哎呀，我们这儿结了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看今儿这蜜不错呀。日子定了吗？拿下了没有啊？
纯洁着呢。什么求不求婚的？说，天天哭着喊着要嫁给我，烦啊！我都。吹牛，吹牛！哎，不信是吧？不信。你看，吹吧，你就能吹。哎，想好了，回头把份子钱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一起收了。看见没有？什么叫仙女下凡？嫂子好，嫂子好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我看包子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横脾气，也就只有你能收服得了他了。对，一物降一物，嫂子好好管管他。他以后要是再敢闹出什么事情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去求嫂子你，对，是不是？找嫂子做主。Sorry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别走。什么情况？没搞定吧？你就吹吧，你还求婚呢？不舒服，我就病了。你有药是怎么的？回头单请你啊。安迪，你说不舒服？安迪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刚才开的玩笑有点过了？没有啊。其实嫂子也没说错，至少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把我收了，对吧，主任？感觉气氛好尴尬。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你专心开车吧。安妮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特别的压抑？有吗？还有吗？你自己看看，都在脸上写着呢。哎，明媚、落寞、落寞、明媚，多好的对比！其实我是害怕。怕什么？结婚吗？谁都有这么一遭，又不是上刑场。我对你其实有所隐瞒，我的人生经历，我的身世。如果往事不堪回首，不说也罢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得活在当下，对吗？我在乎。看到刚才那场婚礼，我更加觉得，两个人面对爱情，应该更神圣、更真诚、更透明。我有点不理解了，你是对我不够真诚，还是不够透明？别瞎掰了，好吧？哎，你是已婚人士啊，还是在你心里头又藏了一个别的人？不可能，你藏不住，你对我一向坦白，还有什么要说？我的天才，把车靠边。靠边？把车停下来。会有危险。你听着，我接下来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实的。我的家人，除了我外公、我父亲，
其他的都是精神病人。我妈，我弟弟，甚至还有我那个不知下落、可能已经去世的外婆，都是精神病人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你也听着。